拿破仑曾经说过，军队靠卫行军，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饮食状况密切相关。而在近现代，各个军种的伙食水平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一般来说，近现代陆军的伙食标准是最低的，在空军没有独立建军之前，海军的伙食是最好的。例如，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大和号由于其超凡的地位、优渥的水兵生活条件，而被言誉为大和旅馆。当然了，这也要看跟谁比。如果说大和上的生活是旅馆级的话，美国海军的主力舰恐怕就是星级酒店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海军的伙食。自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远洋船只的补给一直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对于海军来说更是如此。但随着工业化和海军的现代化，美国水兵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水涨船高。美国海军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世界主要海军强国正在跑步迈向铁甲舰时代，而美国海军在南北战争后已经迟废了20多年。新时代的美国海军伴随着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而诞生，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期间，以全新的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彻底击溃了日薄西山的西班牙海军，终结了西班牙海军全球霸权的同时，也让美国海军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1907年12月16日，奉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命，16艘美国新式战列舰被漆成纯白色，在各式辅助舰艇的簇拥下，驶出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开始了他们的全球航行之旅。这就是海军史上有名的大白舰队。这支浩浩荡荡的大白舰队一共分为4个中队，其中隶属第4中队的 BB6 肯塔基号战列舰是吉尔沙治级的2号舰，虽然在建设之初专精海岸防御，干衔低装甲后，但同样被编入了大白舰队，后来也完成了全球航行。我这里刚好有一份1907年感恩节时肯塔基号战列舰上的晚餐菜单，大家就来一起观赏一下。20世纪初的美国海军在节日时吃的是什么？请注意，根据美国海军保存的舰历，这个时候的肯塔基号正停在诺福克的干船坞中维修，所以并不能完全代表远洋航行时的伙食，这一点我们后面也会聊到。简单浏览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菜单布置基本上遵循了全餐的模式，不过相对来说要简陋了许多。比较有趣的是，这些菜肴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样出现在了现在的美国海军感恩节菜单里，只可惜肯塔基号上没有炸鸡翅。首先作为开胃小品的是牡蛎汤和脆饼干。脆饼干我们很好理解，现在很多餐厅也会送一些开胃小菜，这里的饼干也是一样的用途，可以蘸着牡蛎汤吃，而牡蛎则是常见的全餐开场，还是很合理的。不过船上的饼干其实是有着比较深的历史渊源的，更早期的历史我们就不提了。1818年，美国海军规定的水手每日口粮中就包含了硬饼干。到了美国内战期间，双方的物资之中都有标准的3×3英寸硬饼干，只不过陆军的是方的，海军的是圆的。然而，不管是出于方便保存的考虑，还是当时的后勤腐败，亦或是物资匮乏等原因，这些饼干的质量都非常一般。当时的北军士兵还曾经编排了一首硬饼干不再来的恶搞歌曲，来说明当时的硬饼干有多难吃。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不过嘛，这个时候已经是1907年，美国海军不论是规模还是专业程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肯定不会供应这么烂的食物就是了。再接下来就是节日的标志性食物烤火鸡。即使是现在的美国海军，火鸡同样是感恩节乃至于圣诞节必不可少的食物。烤火鸡的做法和一般的烤鸡烤鸭做法差不多，主料就是整只的火鸡，而辅料则是常见的各种西餐香料，例如百里香、迷迭香、鼠尾草之类的。在现在的做法里，为了解决火鸡肉太瘦的问题，往往会用香料和盐加上黄油，制成糊状的调味黄油，抹在火鸡的鸡皮上下。这样烤的时候，香料味和油脂就会进到火鸡肉里，让火鸡肉吃起来更加多汁和鲜美。100多年前的美国海军虽然没有那么讲究，但也知道对症下药，给火鸡补充脂肪了。我这里恰好有一份1920年美国海军的食谱。根据其中的说明，在烤制火鸡的时候，要将一片腌制的猪肉或者是其他的动物油脂抹在上面。比较有趣的是，现在烤火鸡一般会往火鸡的内部塞上一些香料，再放上整个的柠檬、去了皮的洋葱之类的，让整只鸡从里到外都香香的。但那个时候似乎还不流行这种做法，毕竟洋葱柠檬虽然香，但是不怎么好吃。当时的填充物是用隔了叶的面包切块，加上鼠尾草、百里香、洋葱、黑胡椒和盐等调味，做出来的类似于派的东西。
在烤火鸡的最后一步，这份食谱写道：趁热与鸡肉和鸡肉汁一起食用。肯塔基号上的这个食谱里也有内脏肉汁这一项。那么问题来了，肉汁是什么？对于亚洲国家而言，肉汁这种做法其实不太常见，但在西餐里就是非常常见的佐餐酱汁了，一般会浇在肉、面条，甚至是土豆泥和饼干上使用。而在火鸡大餐中出现的肉汁，往往是烤肉边角料的再利用。用烤箱做过烤鸡的朋友想必都有印象，在烤制的过程中，烤盘里会不断积累鸡肉中渗出的肉汤，这些肉汤里会包含大量的风味物质，例如梅纳反应产生的各种芳香物质，吸收了香料味道的脂肪等等，因此味道会非常的香。现代配合火鸡一起吃的火鸡肉汁，一般是在火鸡烤好之后让它醒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厨师会把烤盘里的肉汤收集起来，再把火鸡的鸡翅、鸡脖子、鸡屁股之类的拆下来，放在平底锅里，加上一些烤过的培根和烤熟的洋葱等，一起煎香，淋上鸡汤收浓，就算大功告成了。这份菜单上接下来的内容是2个酱，分别是蔓越莓酱和牡蛎酱。考虑到当时罐头食品还不算太多，这些蔓越莓酱和牡蛎酱很有可能是船上的厨师自己做的。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海军不仅仅使用鲜蔓越莓来做蔓越莓酱，还会用蔓越莓干之类的来做。对于鲜蔓越莓来说，蔓越莓和糖的比例是1:1，先加入等体积的糖和水，加热到沸腾之后，将清洗干净的蔓越莓直接丢进去煮，无需搅拌。等到蔓越莓皮自然爆开，出锅放凉，就可以抹面包吃了。再往下看，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叫做史密斯菲尔德火腿片。经常逛超市的朋友可能立刻会想到，超市的冷鲜货架上经常会摆上史密斯菲尔德牌的培根片。难道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要说有，其实也有，但是并非是直接的关系。超市里的史密斯菲尔德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养殖、生产和加工商，但它成立于1936年，自然不会穿越时空给1907年的肯塔基号上的水兵们提供感恩节晚餐。这里的史密斯菲尔德火腿其实是泛指由史密斯菲尔德镇制作的火腿。早在1779年，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小镇就开始腌制并销售盐腌乡村火腿，并且成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土特产。1926年，弗吉尼亚州议会的一项法令中特别规定，真正的史密斯菲尔德火腿的原材料必须是在弗吉尼亚州或者北卡罗纳州饲养的以花生为食的生猪，而且必须在史密斯菲尔德镇加工处理。这种火腿的腌制时间很长，从猪身上切下来算起，至少要经过6个月的加工、处理、熏制和熟成。弗吉尼亚州怀特岛县博物馆还收藏着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火腿，于1902年腌制成，距今已经有了120多年的历史。肯塔基号上吃史密斯菲尔德火腿，原因也很简单，史密斯菲尔德镇就在汉普顿锚地内，海军采购点当地土特产也是非常正常的吧。在接下来的菜单就没什么特别的了，土豆泥、甜玉米、青豆等都是很常规的佐餐食品。当时甚至说现在的美国海军水兵们每周吃的都是这些东西。至于甜品部分，则包含了冰淇淋、水果蛋糕、白果馅饼等。冰淇淋就是冰淇淋，没有什么问题。美国海军的军舰上很多都有冰淇淋机，可以为官兵制作冰淇淋。当然了，有些朋友或许会问了，为什么要在船上放置冰淇淋机呢？除了鼓舞士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14年7月1日开始，美国海军的任何舰艇、船坞和基地内都是禁止饮酒的。为了让船上的水兵保持士气，给漫长的航行增加一些情调，吃了之后会很开心，但又不会上头的冰淇淋自然是第一选择。在2战期间，美国海军花了100万美元购买了一艘大型冷藏驳船，上面可以储存1500吨肉以及500吨的冷藏蔬菜、鸡蛋和奶制品等。但最吸引美国大兵们的还得是上面的超级冰淇淋机，这玩意儿每天可以生产5吨冰淇淋，足够供应一个师的美国大兵吃到爽。到战争末期的时候，美国的逆天后勤部门甚至声称自己可以将1夸多的冰淇淋空投到每个伞兵坑里。而关于冰淇淋最为有趣的一幕，要发生在1942年的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在战斗中遭到重创，即使是美国的逆天损管也已经无力回天，舰长下达了弃船命令，水兵们纷纷奔向救生艇。然而舰上的士官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水手迟迟没有登上救生艇。正当他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失踪的这些水手正在挨个搜刮列克星敦号上的冰淇淋柜。据幸存者的描述称，这群美国大兵用头盔舀起冰淇淋，把头埋到头盔里舔干净，随后才心满意足地跳进太平洋。冰淇淋的魔力可见一斑。不过嘛，肯塔基号上举办这个宴会的时间是1907年，这个时候还没有禁酒令，
所以我们还能在菜单的末尾看到苹果酒，但冰淇淋在这里出现，也恰恰证实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海军对冰淇淋的热度极爱。而相比冰淇淋来说，另外一个甜点就不那么有名了，那就是起源于英国的白果馅饼。美国人也管它叫白果肉馅饼。顾名思义，它的主要原料是肉和水果。在传统上，许多英语国家都会在圣诞节时食用这种馅饼，具有一定的宗教象征意义。而随着殖民地抵达北美，这个大英传统小吃也成为了美国风俗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清教徒并不庆祝圣诞节，导致美国人往往是在感恩节吃白果馅饼。这种小点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迷你版的派，里面填上自制的肉馅。不过说是肉馅，其实也不太恰当，因为现在的白果馅饼大部分都已经不放肉，只放各种水果和坚果了，例如青苹果、葡萄干、杏仁脆等等。当然了，牛油和羊油之类的动物脂肪，以及肉桂粉、丁香粉等香料还是必不可少的。排在冰淇淋后面的还有一个水果蛋糕，这个东西和我们现在常吃的奶油蛋糕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个是源于罗马时代的传统水果蛋糕，里面富含各种果干和坚果。传统做法中，这些水果蛋糕还会浸透利口酒或者白兰地，然后再撒上糖粉。也有的人会用浸过白兰地的亚麻布来保存水果蛋糕。据说这样制作的水果蛋糕只要保存得当，可以放很长时间。因此，早期的探险队和航海家们经常会带上一些水果蛋糕，当做应急视频或者想吃点心时的加餐。2017年的时候，南极遗产信托基金会找到了一块水果蛋糕，是当年去南极探险的罗伯特·斯科特留下的，据说还能吃。而有关于水果蛋糕最令人动容的故事，可能是来自于一位二战老兵罗伯特·山姆·华生。1943年的时候，16岁的他从高中辍学加入美国海军，被分配到美国海军的新伦敦潜艇基地。1943年的圣诞节前一天，他们从早上8点开始干，制作了400个2磅重的水果蛋糕，然后用牛肋骨跟军官俱乐部换了2箱白兰地，然后浇在水果蛋糕上。当天预计有15艘潜艇将要归港，因此他们打算留一些水果蛋糕送给任务归来的潜艇兵们。可惜的是，厨师们从早上等到深夜，也没能把这些蛋糕全部送出去。15艘潜艇中有2艘已经永远地沉眠在大西洋之下了。